夏總，公司連續3年虧損，你这个总裁还想不想当？王总，对不起。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3天后的刺绣非遗展，你们必须拿出获奖作品，否则我的3000万立马撤资。好，我立军令状。如果这次非遗展我拿不出成绩，我引咎辞职，賠付公司所有损失。哼！全体通宵加班，务必找到刺绣界时下最受关注的苏锦引文指法传人，由他带队，引领我们在非遗展拿到好成绩。妈，您在绣什么？兒子，這是給你和晴晴的新婚賀禮，叫百鳥朝鳳，你看好不好看？媽，您身體也不好，別太操勞了。媽不累，你倆新婚，媽也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東西，就這點手藝，這點手藝是師父畢生守護的蘇錦引文針。師父說過，針在人在，不到100年，莫在人前顯露。又在客廳擺弄你這些破爛。老婆，怎麼了？我公司已經到了生死存亡之際，今晚我要在家宴請非遺展的幾位評委。你媽故意作對，你媽在家搞這些破爛，不是存心讓我丟臉嗎？我馬上就收走。我看你就是跟我故意作對。家規第21條怎麼定的？客人一來，立刻回自己房間，不用出來應酬。那你是耳朵聾還是眼睛瞎？老婆，媽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的。非遺展的評委都是刺繡界的名流，他一鄉下老太婆往客廳一站，我的臉還要不要？再讓我看見你繡這些破爛，我就把你的東西全扔了。罷了，待百鳥朝鳳完成，我就收拾東西回鄉下。這該死的貓，明天我就把它送人。完了完了，衣服爛了，各位評委就要到了，這可怎麼辦？我問問品牌部有沒有備用款。來不及的，這是品牌高定禮服，很難補到同款。我看看，你別碰，弄壞了不好補救。有針線嗎？我能縫。我看看，你別碰，弄壞了不好補救。有針線嗎？我能縫。媽，你開什麼玩笑？這是高定禮服，不是你們村頭的破布。婉晴，要不讓媽試試？你想什麼呢？這是高定禮服，哪能隨便讓人試？顧景琛，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馬上給我找一條同款的裙子。耽誤了我的宴會，我拿你試問。媽，對不起，晴晴不是針對您，她公司最近遭遇了危機，壓力實在太大。媽沒事兒，只要你倆能好，媽會替晴晴分憂。這個色號剛好配得上。媽，您這是？這是媽年輕的時候繡花師傅傳下來的。江南錦繡坊最後一招，不都是為了應急嗎？晴晴，我給你縫好了。這衣服貴，弄爛了實在可惜。誰讓你碰的？這是什麼花？老氣橫秋的。不老，玉蘭，寓意事業步步高升，節節開花。你少胡扯！我都說了，這裙子很貴，你別碰，你聽不懂人話。夏總，客人都到了。知道了。媽，這次我就不跟你計較，下不為例。
夏总，這禮服上的繡片是哪位大師的手筆？讓林總見笑了，家裡阿姨隨手縫了2針。哎呦，這可不得了！這針法看着像当年我在蘇州博物館見過的特級展品。李總，您可別寒碜我了，一個保潔阿姨的手藝登不得大雅之堂。3日後的非遺展，還請您高抬貴手，給我們晚清級打高分啊！這種引紋針法，針腳與面料完全融合，這是失傳多年的蘇錦引紋針。不會有錯，這就是蘇錦引紋針。周老，您是刺繡界的泰山北斗，您幫我看看這門針法的來歷。這是失傳40年的蘇錦引紋針，你在哪裡碰到的？蘇錦引紋針，蘇氏雲叟繡的鎮山之寶。放眼整個刺繡界，無數人窮盡一生尋找這門針法的傳人，就連這次非遺展，誰要是能拿出失傳針法的真品，誰就是本屆非遺展的頭獎。真的？我這就聯繫前2天酒會的品牌創始人，向他打聽這件繡品的主人。一定要找到他。這不僅關乎一個獎項，更關乎蘇氏雲紋繡300年的傳承能不能重見天日。夏總，昨晚酒會您穿的那件高定禮服，不知是出自哪位大師之手？林總說笑了，哪有什麼大師，這就是家裡阿姨隨手瞎繡的。什麼？家裡的阿姨？讓您見笑了，這種拿不出手的東西，我都打算扔掉了。什麼眼光啊，把一破爛當寶貝，還業內資深評委呢，真是可笑。周老，那位品牌創始人說，這件繡品並非出自大師之手，而是保潔阿姨隨手繡的。保潔阿姨？不可能啊！我研究了半輩子刺繡，絕不可能看錯。那位保洁阿姨现在在哪裡？我們親自去找她。啊！真正的頂尖手藝人，往往隱於市井，越是藏得深，越有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人。走，帶路。媽，瞧你幹的好事兒！昨天亂繡東西，人家電話都打家裡來了。你確定合作方是來興師問罪的？那不然呢？還能是來把你這東西當寶貝的？晴晴，事到如今，媽也不瞞你了。媽用的是蘇錦引紋針。我雖然很久沒有出山了，但晴晴，我深知非遺展的評委看的是繡品質量，不是你請他們吃了多少飯。你這老思路也配教育我？真把自己當大師了。怎麼了，老婆？發這麼大火？問你媽，年紀大了就安心歇着，別摻和生意上的事兒。媽，這是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你要再擺弄你這些破爛給我的品牌添麻煩，我就把這些東西都給你燒了。媽，你別往心裡去。婉清她壓力大，太看重品牌形象了。媽知道，媽也是真心想幫她。林總，周老，你們怎麼來了？夏总，我們是專程來見蘇錦引紋針的引世傳人的。什麼？聽說是你們家的保潔阿姨，她在哪兒？快，讓我見見。嗨，周老，一個鄉巴佬有什麼好看的？您二位要是想看繡品，不如就近去我公司一趟。你们公司也有這麼好的繡品？當然，我們正在全力備戰非遺展，最近的繡品保證比這件好100倍。比蘇錦引紋針還好？不可能吧？兩位難得來一趟，走吧。這2位都是非遺展的重磅評委，只要我的作品能得到他倆的私下表揚，非遺展的名次和王總的投資不就穩了嗎？這是你們的參賽作品。是。太土了，完全沒有競爭力。夏總，如果您要給我們看的這種東西，還是別浪費彼此的時間了。
等那位保洁阿姨回来了，你再告知我们吧。林总、周老，别！你们在干什么？我花了这么多钱请你们来，就给我设计出这种方案。夏总，我们都改了8版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案了。刚才林总和周老说的保洁阿姨是谁？有什么过人之處？就是这些，我婆婆绣的，你们当成反面案例看，千萬別做成這樣。這不是學術界早已認定失傳的蘇錦隱紋針嗎？什麼？沒錯，我在博物館的展覽上見過，這種針法全國會的人不超過3個。夏總，您剛才說這是您婆婆繡的？你們想什麼呢？一個普通老年手藝人怎麼會掌握失傳針法？夏總，我們沒看錯，這針腳這走線跟典籍記載的一模一樣。夠了！我算是知道為什麼公司作品的質量遲遲提不出來，就是因為你們審美差。每次公司新品不都是夏總親自把控嗎？要說審美差，也應該是他自己。我告訴你們，這次非遺展無論如何都要拿出像樣的名次，誰要是掉鏈子，馬上給我從公司滾蛋！一群飯桶，居然覺得家裡那個鄉巴佬是蘇錦隱紋針的隱世傳人，可笑。夏婉晴，今天林總和周老把電話都打到我這兒了，指責咱們品控差。你這個總裁還想不想幹了？王總，您聽我解釋。我就一句話，明天就是非遺展，你們拿不出東西，3000萬的投資，你們一分也別想要了。好的，王總。晴晴，你現在遇到的困難，也許媽可以幫忙。你能幫什麼？你一個不懂商業運營的，能幫我拉投資還是做品牌？我會刺繡。夠了！再拿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東西來煩我，我就不讓你再碰這些繡品了。兒媳婦的品牌要完了，可她不認我的手藝，師門300年的傳承，難道真要斷在我手裡？明天就是非遺展了，無論如何都要拿出像樣的成績，才能挽救公司。晴晴，媽知道你明天要去參展，你看看這些，也許能幫上忙。媽，你能不能別在這個節骨眼兒來給我添堵？不是添堵，媽真的想幫你。這些繡片上的針法都是外面找不到的，那又怎樣？你一個鄉巴佬，拿幾塊破布頭就說來幫我。晴晴，你聽媽說一句，媽用的真的是最好的繡法。夠了！你非要把你這些破爛往我懷裡塞，惡心我是吧？行。我讓你喜歡繡，我讓你給我添堵！晴晴，你要幹什麼？我把你這些破爛都給你燒了。別，晴晴，這是媽繡了2年的百鳥朝鳳，是我的心血呀！就這些普通繡品，害得我被非遺展的評委質疑審美，說我公司的作品連鄉下老太太都不如。這破玩意兒留着就是禍害。不要！我繡了整整2年，這是我給你和景琛的新婚禮物。我不要你這樣的禮物。師傅，徒兒沒守好咱們的繡針，也沒保住繡品，難道蘇氏雲錦繡真的要埋沒在我手裡了？周老師，我終於查到那位繡者的身份了，她叫蘇錦蘭，是夏婉晴的婆婆。蘇錦蘭？不幸的是，就在剛才，夏婉晴燒掉了蘇錦蘭所有的繡品，還折斷了她失傳的繡針。什麼？燒繡品？斷繡針？這是要讓一個傳承300年的師門絕後啊！周老師，我們該怎麼辦？備車，我要去夏婉晴家。這一次，就算貴也要把蘇錦蘭請回來。是。3任文化部長尋訪他30年，今天我就要替他們完成這個心願。
记住，這次發布會是我們翻身的唯一機會，所有人都給我打起精神，不能出任何差錯。明白，夏總。這次我一定要讓所有人刮目相看。大家好，我是晚晴集品牌的創始人夏晚晴。我深耕中式設計多年，始終希望讓傳統非遺走向大眾，讓東方美學真正落地。這是我們本次參展的設計新品。我想問一問，您家中藏着一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為何刻意將他隱藏，不讓世人知曉？林總，我聽不懂您在說什麼。這是蘇氏雲集蜀錦引紋針，全國現存掌握者寥寥無幾，繡出這件作品的人是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是你們品牌苦苦尋找的蘇錦引紋針唯一傳人。你胡說！她叫蘇錦蘭，是您的婆婆。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刺绣界的泰斗周燕山老師正帶队趕往你家，請你婆婆出山。不信你自己看。蘇大師，你是？快起来！這裡30年前就沒人行了，我怎麼受得起？蘇大師，蘇氏雲紋繡斷了整整30年，我們翻遍所有文化檔案，踏遍了江南所有繡坊，找了您整整5年，您再不肯傳，這門手藝就真的要埋進土裡了。師傅，您當年把這門手藝交到我手上，說絲線不能斷。今天，咱們的針法能傳下去了。好，我答應你，但我有2個條件。您說。第一，不接受任何採訪，不公開我的身份。第二，只收真心想學手藝的徒弟，我必定傾囊相教所有蘇氏針法。沒問題，蘇大師，所有對外事務我全權處理，誰敢洩露您半分消息，我即刻對其封殺，永世不得再入蘇繡門章。夏總，上季度回款只有20%，所有供應商都在催款。催，就知道催。除了催款，他们还会干什么？他们说，除非新品使用您婆婆的苏锦引纹針法，不然他們就要永久終止合作。閉嘴！她就是個鄉下老太婆，怎麼可能真是刺繡界的隱世高人？所有人立刻停下手裡所有的活，全國範圍給我找真正的蘇氏雲繡傳人！啊！我不管你們翻多少檔案，跑多少繡坊，挖地3尺也要把人給我找出來！唯有請蘇氏雲錦繡的傳人大師出山，我們晚晴集才有救。我創辦了8年的公司才能活。是，給你們3天時間，找不到人，全都給我捲鋪蓋滾蛋！蘇老師，這是什麼針法啊？太神奇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靈動的水紋。這是暗水紋針法，蘇氏雲錦繡基礎針法之一，看似簡單，卻要憑手感控制絲線的鬆緊，差一絲水就死了。婉晴啊，你婆婆最近可忙了，天天早出晚歸的，背着個布包神神秘秘的，這是在外面找着活幹了？她能找什麼活？一把年紀，肯定是閒着沒事瞎溜達。媽，你天天往外跑幹什麼？家裡的地不拖飯不做，你是想讓我伺候你嗎？我去非遺中心教別人繡花，不會耽誤家裡的事。繡花？誰會學這些老樣式？我看你就是不想做家務找借口。婉晴，媽既然喜歡，就讓她去吧。家裡的事兒我也能搭把手。你閉嘴！我看你是跟他一起瘋了！家裡是養閒人的地方嗎？夏總，這是我們熬了2周改的最後一版，您看看。這就是你們熬了2周的成果。品牌方說的話你們聽不懂嗎？流水線痕跡太重，沒有手作的溫度，沒有東方美學的靈魂。我讓你們找蘇氏雲繡傳人，你們耳朵聾了？
夏总，王总打来電話說要終止合作，還要我們賠5000萬的違約金。你說什麼？完了，完了完了！再找不到蘇氏雲金秀傳人，我這麼多年的心血就全毀了。婉晴，要不你讓媽去你公司試試開發新品？顧影辰，你瘋了嗎？你還嫌我公司的亂還不夠嗎？可非遗展的評委不是說媽就是那什麼蘇氏雲舞秀的傳人嗎？非遗展的評委糊涂，你也糊涂了。你媽秀的那什麼老掉牙的破爛，你心裡沒數。再說了，她要真是蘇氏雲錦秀傳人，你當兒子的不知道。行了，別說了，我再想想別的辦法。指望她，不如指望我自己。夏總，已經第17版秀樣了，品牌方還是不滿意，實在沒辦法了，要不就聽老公的，讓他試試。算了，死馬當活馬醫吧。妈，別擦了，給你個活幹，照着這些圖紙繡5個巴掌大的小樣出來，不用多好看，能交差就行。反正最後也用不上，就是應付一下品牌方。知道了，師傅說過，刺繡不是畫，是用線寫的詩，要有魂。沒有魂的刺繡，再好看也只是一塊布。隨便秀秀就行，反正也是應付差事。就是這個，這才是我要的東方刺繡，有靈氣，有溫度，有靈魂。夏總，沒想到你還有這麼好的手藝。這次我們不僅定下整個秋季系列，還追加3倍訂單，願付1半貨款。不可能，這居然真的成了！就那個鄉下老太婆瞎繡的東西，竟然能入她的眼。原來這些所謂的品牌方大佬，也不過是半瓶醋而已，根本分不清什麼是真手藝。應該的，為了這些繡樣，我熬了好幾個通宵，總算是沒白費功夫。成了，王總不僅簽了合同，還追加了3倍訂單，我們公司活過來了。我的天，聽說這次的繡樣是夏總婆婆繡的，咱們改了17版都被打回來，老人家1晚上就搞定了，簡直是神仙救場。真的假的？也太厲害了吧！原来咱們公司藏着這麼一位蘇繡大神，這下再也不怕品牌方挑刺了。跟他有什麼關係？不過是個會點基礎繡法的普通人，沒我點頭讓他動手，沒我團隊熬了幾個月做的設計稿底子，他有什麼展示的機會？是，這次能拿下訂單，全靠我對東方美學的精準把控和對品牌方需求的判斷。都別在這兒亂傳閒話，趕緊回去趕秋季系列的工期。誰要是再敢胡說八道，耽誤了進度，直接捲鋪蓋走人。夏總，您被譽為新銳中式美學領軍人物，能分享一下您的創作觀念嗎？我一直認為，東方美學的復興不是照搬傳統，而是用現代手法賦予傳統新的生命力。這些繡樣都是我一針一線親手縫出來的，每一針都藏着我對東方美學的理解。那些繡樣明明是媽熬了一個通宵繡的，你怎麼能說是你自己的？我過分，我不說，誰知道是他繡的？難道我要告訴所有人，我的公司靠一個鄉下老太太撐着？那我以後還怎麼在行業裡立足？可你這是欺騙，是偷了別人的心血。什麼叫偷？他住在家裡幫着做點繡活怎麼了？再說了，我又不是不給他錢，他一個老太太要那麼多名声幹什麼？媽，這是給你的辛苦費，以後你就照着這個樣子繡，我不會虧待你的。我不要錢，這些紋樣你可以用，
但別改壞了蘇氏的針法。什麼蘇氏針法、李氏針法，不就是繡花嗎？給你錢你就拿着，裝什麼清高？媽，对不起，是我没管好他，讓你受委屈了。沒事，只要能把屏風繡完，別的都不重要。王總，怎麼想起給我打電話了？是不是訂單又要加了？夏總，告訴你一個天大的好消息，首屆全國非遗文化設計大賽開始報名了，冠軍能拿國家級非遺聯名，還能直通國際時裝周和宮廷合作，這可是一步登天的機會啊！我們品牌方全力支持你參賽，只要你拿了獎，咱們的品牌直接就從2線變1線了。太好了，王總，您放心，我一定拿個冠軍回來。媽，你懂什麼叫中式美學嗎？當然，當年兒子還小，我已經是刺繡界的女王。切，少睜着眼睛說瞎話了。我不否認你繡花還算過得去，但也就僅限於此。實話告訴你，我已經受邀參加全國的非遗大賽，冠軍唾手可得。是嗎？非遗大賽能否得冠靠的是手艺，而不是所謂的品牌效应。行了，时代变了，你那套老掉牙的理論早过时了。师叔，这是讓蘇氏雲錦繡被全國為全世界看見的最好機會，您可一定要參加呀，我們都很期待。好，我參加，但我要匿名，不能公開我的身份。為什麼？這是您應有的榮耀。不公開身份，是怕閃光燈晃花了繡針，怕那些追着名聲來的人根本摸不透一針一線裡的溫度。師父走的時候說，手藝要傳給肯坐冷板凳的人，不是傳給想賺快錢的人。我這一輩子就守着這幾根針幾縷線，公開了身份，家裡要鬧，外面要擾，我就再也安安靜靜繡不了花，教不了徒弟了。只要能讓蘇氏的針法傳下去，有沒有我的名字不重要。蘇老師，您真是太低調了，我馬上幫您報名，絕對不會洩露您半分消息。你們在聊什麼？這麼熱鬧，不用幹活了？夏總，您聽說了嗎？這次大賽，市裡推薦了一位神秘刺繡大師參賽，據說掌握着失傳多年的古法蘇繡針法。是啊，主辦方為了保護他的隱私，全程保密身份，業內都傳瘋了，都說他是泰斗級別的人物。神秘大師，什麼來頭？這麼大的架子？不知道，只知道他的作品一針難求，有錢都買不到。現在的人啊，沾上了一點非遺文化的枝葉末衰，就敢自稱是大師，這種人我見多了。有沒有真本事？大賽上見分曉。沒錯。再厲害還能有我們夏總厲害嗎？夏總可是新銳中式美學的領軍人物。師叔，您的參賽作品進度怎麼樣了？差不多了，還差鳳凰最後一層尾羽。真不錯，不愧是我們蘇氏的絕門繡法，這鳳凰繡得跟活的一樣。這是什麼東西？我說了要驚豔，要能打動人，你們給我弄這麼個平平無奇的東西出來，怎麼跟那個神秘大師比？都給我改，改到滿意為止。這次大賽我必須拿冠軍，誰也別想擋我的路。大半夜不睡覺，繡這些破爛幹什麼？燈光晃得我都睡不着，趕緊關燈。馬上就睡。夏总，这個針法要求太高了，我們試了上百次，真的繡不出來，我們實在是窮途末路了。繡不出來也得繡。
還有3天就要交初赛作品了，交不出来我们全完了，谁也别想好过。夏总，上次我们秋装发布会时，您绣的绣样很出彩，我们的设计肯定是没办法跟您比，要不您再试试？放那儿吧，我自有安排。妈，你闲着也是闲着，帮我个忙，3天之内把这个缠枝莲绣出来。我比赛要用的，耽误不得。这个针法不对，绣出来会硬邦邦的，没有灵气。我用暗水纹改，效果会好很多。不能改，就照着这个绣。可是哪来那么多可是？你在质疑我们专业设计师团队熬了几天几夜的成果？不是的，让你绣你就绣，哪来那么多廢話？这不是晚晴集的創始人夏晚晴嗎？她怎麼也來參賽了？就是，上次他們公司發布會不是說她婆婆專門就是搞刺繡的嗎？那她這次來參賽，誰知道是誰的作品？她呀，才不領情呢。就算她婆婆有獨門手藝，她反倒好，讓人家在家裡做保潔伺候她呢。真的？那這夏晚晴也太過分了，好歹也是她的婆婆，怎麼能這麼對待老人？跟你們有什麼關係？她是我婆婆，又不是我媽，我想怎麼對她就怎麼對。請各位選手把作品提交上來，初賽結果稍後會公布在大屏幕上。怎麼可能？怎麼會？我怎麼可能排倒數第3？夏總，成績不錯嘛，這下您可以回家好好孝敬你婆婆了。沒想到你的作品水準這麼一般，果然和傳聞的一樣。你們憑什麼？我怎麼可能只排倒數第3？肯定有黑幕！肯定是評委收了那個神秘大師的好處，這個比賽根本不公平。師叔，您滿分通過初審，評委們都對您的作品讚不絕口，說這是近10年極具水準的蘇繡作品。媽，看你幹的好事兒！今天的初審結果出來了，我只排到倒數第3。老實說，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對？是你不讓我改的。你還反過來怪我了？明明是你的刺繡太老土，跟不上時代。幸虧沒讓你改，你改完我連倒數都排不上。站住！你晚飯別吃了，好好反省自己的過錯。憑什麼？憑什麼一個藏頭露尾的001號能拿滿分？不就是會繡點老掉牙的花紋嗎？也配被全網吹成泰斗？你們看看你們做的東西，我花高薪養着你們，連個普通人都比不過，人家隨手繡2筆就能拿第1，你們熬了半個月就交出這麼個玩意兒。夏總，蘇氏影紋針的技法實在太偏門，我們查了所有古籍資料，試了上百次，都還原不出那種光影效果。還原不出？那是你們沒用。我要是什麼都能自己來，還要你們幹什麼？連個素未謀面的對手都摸不透，我養你們吃乾飯的。3天，我再給你們3天時間，要是拿不出能壓過001號的方案，所有人都給我捲鋪蓋走人。什麼實傳針法？我看就是故弄玄虛，不過是運氣好罷了。憑什麼他一出來就搶盡風頭？我苦心經營這麼多年的品牌，憑什麼被他踩在腳下？我不會輸的，總決賽我絕對不會輸給你。我花了6位數做宣傳，挖來最好的設計團隊，居然連前20都擠不進去，肯定是評委收了好處，故意針對我。夏總，設計部那邊傳來消息，大家熬了3個通宵改的總決賽初稿，還是沒摸到門道，
蘇氏尹文珍的技法太偏门，没人能还原出精髓，再給半個月也做不出來。做不出來？我養着他們是吃乾飯的嗎？連個繡花針法都搞不定，趁早捲鋪蓋走人！夏總，要不我們另請業內大師救場吧？設計師們確實到瓶頸了，真的沒辦法了。現在離總決賽交稿只剩不到20天，再耗下去就來不……對，我怎麼沒想到？江月白，去年全國刺繡大賽的金獎得主，他手裡肯定有真本事。江老師，他平時很少接商業單，恐怕不好請。不好請也要請，你现在就去聯繫他的工作室，不管花多少錢，務必把人給我請到。可是，沒有可是。告訴他，只要能幫我拿下這次大賽冠軍，酬勞他隨便開，我絕不還價。是。什麼神秘大師，不過是故弄玄虛罷了。等江月白來了，我倒要看看你還怎麼跟我爭。夏总，聯繫上江月白老師的工作室了。江老師本人接的電話，說可以接這個單子，但是什麼？痛痛花花說，江老師開價50萬酬勞，1分都不能少，而且他只負責繡主體糊樣，設計稿和後續調整都要我們自己跟進。50萬，他怎麼不去搶？我之前請國家級非遺顧問，1個月也才幾萬塊，他繡一幅作品就要50萬，簡直是獅子大開口。50萬算什麼？只要能拿冠軍，拿到國家級非遺聯名，我們品牌直接從2線跳1線，到時候這點錢不過是零頭。為了品牌能長遠發展，站穩行業位置，這筆投入是值得的。江老師您好，我是晚晴集的夏晚晴。夏總，有什麼事？是這樣，我馬上要參加的非遺大賽，你是想讓我幫你？江老師明白人，酬勞的事沒問題，50萬我1分不少給您，就麻煩您多費心了。夏總爽快，我只有一個要求，總決賽的作品我自由發揮，你們只給大致方向，不能干預我的針法和構圖。沒問題，沒問題，都聽您的，您是專業的，肯定比我們懂行。對了，聽說這次大賽有個匿名001號，初賽拿了滿分，有點意思。嗨，就是個故弄玄虛的人，指不定是找了什麼噱頭炒作，哪能跟江老師您比？等您作品一出來，直接把他比下去。是嗎？那就拭目以待吧。江老師您可來了，快坐快坐，我特意讓人給您泡了明前龍井，您嘗嘗合不合口味。江老師您的手藝我可是仰慕很久了，去年您那幅和風雙面繡，我在展上看了足足半小時，簡直巧奪天工。這次有您出馬，大賽冠軍肯定是我們囊中之物，那個001號根本不夠看。夏總過獎了，先聊作品吧。總決賽主題是什麼？你想要什麼效果？主題是東方意蘊，我就一個要求，要華麗，要搶眼，針法越複雜越好，一定要壓過全場。尤其是要把那個匿名001號比下去，讓所有人都知道誰才是真本事。果然是個靠包裝的生意人，半點不懂行，跟他合作純粹是浪費時間。要不是好奇那個滿分的001號，50萬我都懶得賺。我倒要看看能把尹文珍用得出神入化的人到底是什麼来頭。行，大致方向我知道了，我回去会初稿，3天後給你看樣。好，好，好，江老師您辦事兒，我放心。另外，把001號初賽作品的高清圖發給我，我參考一下對手的風格。沒問題，我馬上讓人發給您。等拿了冠軍，我再給您包個大紅包。太好了，太完美了！這次冠軍肯定是我的，那個神秘大師根本不是我的對手。江老師，麻煩在這兒繡上我的名字，要顯眼一點，用金線繡。可以。婉晴，比賽比的是真本事，你這樣找別人代做，就算贏了也不光彩。什麼代做？江老師只是指導我，你懂什麼啊？
這次我拿了冠軍，公司就能上市了，到时候我们就能住別墅、開豪車了。终于完成了，苏氏云锦绣没有断。这总决赛流程调整，规则现场颁布。慌什么？无非就是加个现场答辩环节。我的作品这么完美，不管什么规则都不怕。王记者，明天给我安排个专访吧。我想聊聊我的总决赛创作歷程，還有我對非遺文化的理解。師叔，主辦方突然改規則了，不知道會出什麼幺蛾子。要不要我提前幫您準備一下答辯稿和各種資料？不用，刺繡本就是隨心而動的事，什麼題目都一樣，只要手裡有針有線，我就能繡。這次冠軍非我莫屬。那個神秘大師要是識相，就趕緊退賽，省得在全國觀眾面前丟人現眼。彩排結束了，請各位選手離場。媽，你看，明天我就要去拿全國冠軍了。你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大的場面吧？到時候記得在電視上看我領獎。明天比賽好好發揮。不用你說，倒是你，明天記得準時守在電視前，也讓你開開眼界，看看什麼叫真正的中式美學。我明天拿了冠軍，看誰還敢質疑我。歡迎大家來到首屆全國非遺文化設計大賽總決賽現場。按照原定流程，選手將依次展示預創作品，但是經主辦方研究決定，本次總決賽取消預創作品展示環節，改為現場命題創作，限時4小時，題目當場公布，全程無死角直播。什麼？取消預創作品？那我準備了這麼久的東西怎麼辦？你們怎麼能臨時改規則？這是違規的！這是主辦方的決定，所有選手一視同仁，請您回到自己的工位。怎麼辦？怎麼辦？本次總決賽命題為秋，請選手結合傳統刺繡針法，創作一幅體現秋意濃意境的作品。現在計時開始。我不行，我真的不行。好，太好了，這才是真正的非遺刺繡，有技法，有意境，有靈魂，把秋日的閒適與淡然繡得淋漓盡致。
平真。这位老师，您一直以匿名001号的身份參賽，現在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嗎？大家好，我叫蘇錦蘭，是蘇氏雲縱秀第6代傳人，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蘇氏刺繡的唯一傳承人。本次全國非遺文化設計大賽總冠軍是蘇錦麟老師，他用一針一線，讓我們看到了非遺傳承的力量，看到了東方美學的靈魂。讓我們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恭喜蘇錦蘭大師，他用一針一線，讓世界看到了華國刺繡的極致之美，太厲害了，簡直是神作！蘇老師實至名歸，這才是真正的非遺傳承。不可能，他明明就是個只會繡老花樣的普通人，評委一定是被他的名頭蒙蔽了。我的作品明明比他的好看100倍，憑什麼他拿冠軍？媽，對不起，真的對不起，這3年讓您受委屈了。婉晴她不懂事，不讓您在客廳刺繡，連您曬絲線都要嫌佔地方。我沒能護着您，是我沒用。您別走好嗎？這個家不能沒有您。秉辰，不怪你，我在這裡憋了3年，現在該回我該去的地方。這屏風是我和你父親耗了15年心血才繡成的，是我的念想，我必須帶走。媽，我知道錯了，我以後一定好好孝敬您。您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我馬上讓婉晴給您道歉。憑什麼？憑什麼所有好事都落到他頭上？一個鄉下老太太，憑什麼搶我的風頭？师叔，您看这繡院還滿意嗎？專門給您留了朝南的大繡房，光線最好。還有這面牆，以後專門擺您和學員們的作品。辛苦你了，燕山，折騰了這麼久，蘇氏刺繡總算有個像樣的家了。老師，您放心，以後我們一定跟着您好好學刺繡，把蘇氏針法發揚光大，再也不讓別人欺負您了。針法秘籍呢？蘇錦蘭肯定藏了什麼祖傳的針法秘籍。不可能什麼都沒留下，廢物，全都是廢物，什麼都沒給我留下。段真又怎麼樣？只要我能偷學到他的針法，照樣能東山再起。陸錦蘭，你等着。我一定會把你擁有的一切都搶過來。平針是所有針法的基礎，針降要勻，力度要穩，不能忽長忽短，也不能忽輕忽重。你看，這樣繡出來的線條才會流暢。老師，我記住了，您的手真穩，我什麼時候才能像您一樣啊？別急，慢慢來。刺繡最忌心浮氣躁。只要肯下功夫，總有一天你會做到的。王總，您怎麼親自來了？也不提前打個招呼，我好安排人迎接您。您看，這批貨我們都趕出來了，質量絕對沒問題。質量沒問題？我看你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拿一件出來給我看看。你自己看看，這針腳歪歪扭扭，顏色都染到外面了，線條鬆垮的一扯就斷，這和你上次給我的小樣天差地別。
你跟我说这是非遗级工艺，我看连地摊货都不如。合同写得清清楚楚，质量不合格，双倍赔偿。给你最后7天，拿不出能看的新设计，所有合作全部终止。预付的7000万货款，你双倍赔给我。夏总，这是设计部和运营部同事的辞职信，已经走了8个人了，剩下的人也都人心惶惶，说要是再发不出工资，他们也不干了。走，都走！一群废物，离了你们我还不活了！张大师，求求您了，您就帮帮我吧，价钱好商量，500万怎么样？什么？最少1000万？你可不是趁我打劫吗？王大师，我这边有个急单，想请您帮忙设計幾個刺繡紋樣。什麼？你要去國外講學，半年後才回來？一個個都落井下石，平時一口一個夏總叫着，現在我出事了，全都躲着我。婉晴，別着急，總會有辦法的。要不你去跟媽道個歉吧，媽從來沒怪過你，她一直說你很聰明，有設計天賦，只是太集中盡力了。只要你肯低頭，她一定會幫我們的。道歉？我憑什麼給他道歉？我就算破產，就算去要飯，也不會救那個鄉下老太太。蘇景蘭，既然你是我的婆婆，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你的針法這麼值錢，我借來用用，不過分吧？這批絲線的色澤真好，用來繡桃花再合適不過了。婉晴，吃點東西吧，你都3天沒好好吃飯了，身體會垮掉的。等等，你說的對，我應該去跟媽道歉。畢竟她是長輩，我以前確實有很多做的不對的地方。真的嗎？婉晴，你能這麼想，我太開心了。媽知道了肯定也很高興，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去，我一個人去才顯得有誠意。你就在公司等我消息吧。蘇錦蘭，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你不是最看重你的蘇氏刺繡嗎？我就拿了你的制服，用你的本事賺大錢，讓你的傳習所變成一個笑話。這不是那個晚晴集的老闆嗎？他怎麼來了？聽說他之前對蘇老師可不好了，還在網上說蘇老師的壞話呢。就是他來幹什麼？不會是來鬧事的吧？媽，以前都是我不懂事，說話做事沒輕沒重，傷了您的心，對不起您。我現在知道錯了，想跟着您學學刺繡，也了解一些真正的東方美學。以後再也不做那些徒有其表、譁眾取寵的東西了。您就給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吧。知錯能改就好，既然想學，就跟着聽聽吧。刺繡最忌心浮氣躁，能不能學會，全看你自己的悟性。志南，給婉晴搬個凳子，再拿一套繡具過來。哦，好的，老師。既然你這麼想學，那我就好好教你。有些苦頭，總得自己嘗過才知道。今天我們跳過基礎針法，
直接學蘇氏刺繡最核心的絕技之一——异形异色雙面繡。很多人以為雙面繡就是兩面圖案一樣，其實真正的頂尖技法是两面圖案不同，顏色不同，卻能做到針腳完全藏於布中，正反都看不到一根線頭。哇，兩面不一樣，這怎麼可能做到啊？看着難，實則萬變不離其宗。今天我就演示一遍，正面繡白玉蘭，背面繡翠竹。你們仔細看我入針和收針的手法。原來這麼簡單，什麼核心絕技，不過是故弄玄虛。等我把這些針法複刻出來，看誰還敢說我不如蘇錦蘭。好了，今天就演示到這裡。你們回去先練單面的玉蘭和翠竹，基本功扎實了，我再教你們雙面的銜接技巧。老師，您明知道他，您为什麼還要教他這麼難的針法呀？他想學，我就教。只是有些東西眼睛能看到，手卻未必學得到。夏總，您太厲害了，居然能拍到蘇錦洛親手演示的視頻，這可是蘇氏刺繡的核心針法啊！是啊，夏总，有了這個視頻，我們還愁什麼設計？直接1:1複刻，保證王總挑不出毛病。那是自然，我費了這麼大功夫，可不是白忙活的。你們兩個趕緊把視頻裡的針法拆解出來，做成標準化的操作手冊，發給工廠。記住，每一針的走向、力度、配色都必須和視頻裡一模一樣，不許有任何改動。放心吧，夏總，我們保證完成任務。蘇錦蘭啊，蘇錦蘭，你千算萬算，也沒想到我會用你的針法來打敗你。你的蘇氏刺繡馬上就要變成我夏婉晴的搖錢樹了。王總，您看到我發的小樣了嗎？怎麼樣，還滿意吧？滿意，太滿意了。夏總，你真是給了我一個大驚喜啊！這玉蘭繡的栩栩如生，比上次那個小樣好太好了。我決定了，在原來300萬訂單的基礎上，再追加500萬，總共800萬。20天內交貨，沒問題吧？沒問題，絕對沒問題。王總您放心。800萬，我終於要翻身了！蘇錦郎，你等着，我一定會讓你後悔的！夏總，您來了，訂單我們已經接到了，800萬，20天交貨，壓力不小啊。壓力大才有動力嘛。我把蘇錦繡的針法錄屏帶來了，你讓工人完全按照這個錄屏來繡，每一針都不能錯，只要做好了，我以後還有更多的訂單給你。夏總，這個針法看着簡單，實則對控針的要求極高，機器根本做不到這麼精準的角度和力度。手工繡的話，一個工人一天最多繡2件，工期至少要翻3倍，成本也會翻倍。我不管什麼成本工期，20天內必須交貨。機器調慢速度，3班倒不停工，出了任何問題，我負責。可是夏總，這樣強行生產，質量肯定會出問題的。質量只要正面和小樣一樣就行，誰會沒事翻背面看？趕緊去安排，耽誤了我的訂單，你賠得起嗎？蘇錦蘭，你的針法再好，不還是為我做了嫁衣？不錯不錯，和小樣一模一樣，就按這個標準生產。夏總，您要不要看看背面？背面的針腳好像有點亂。看什麼背面？買家只會看正面，趕緊打包入戶，準備發貨。小夏，辛苦你了，這麼快就把貨趕出來了，效率真高。我已經讓全國的門店都做好了上新準備，
就等这批貨了。胡总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放心，这批货的质量绝对没问题，每一件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好，那我就随机抽几件看看。不错不错，和小样一模一样。夏总，你这次干得漂亮。这是怎么回事？背面怎么会变成这样？胡总，您别激动啊，背面谁会看啊？买家买衣服都是穿正面，后面没人在意的。胡总，不止这一件，我们刚才检查的10几件背面全都是这样，而且丝线特别松，轻轻一扯就断了，根本穿不了几次。夏婉晴，你告诉我，这就是你说的非一级工艺？你拿这种破烂糊弄我？我800万的订单就换来这么一堆垃圾，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批货投入了多少宣传費用？現在貨不能賣，我的損失誰來賠？胡總，您消消氣，這肯定是工廠的失誤，我馬上讓他們返工，重新給您做一批好的。返工？我哪有時間等你返工？我的門店明天就要上新了。老師，出事了，夏婉晴的貨被胡總全部拒收了。聽說胡總當場就摔了樣品，還說要告他呢。我早就料到會有這麼一天，他太急功近利了，以為偷了針法就能擁有一切，卻不知道刺繡最講究的是用心。夏婉晴，我明明白白告訴你，所有合作全部終止。別啊，胡總，我們之前的合作一直好好的。但是這次你拿這堆破爛來敷衍我，我不管。這批貨我一共預付款1200萬，你必須全額賠給我，並額外加上50%的賠償，不然我們法庭見。夏總，我們已經3個月沒發工資了。今天你要是不給我們一個說法，我們就去市場檢查中心告你。都別吵了，別吵了，錢我會給你們的，給我一點時間。時間？我們已經給了你太多時間了。今天拿不到錢，誰也別想走。婉晴，婉晴，沒事的。錢沒了可以再賺，只要我們人沒事就好。沒事？怎麼會沒事？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公司破產了，賬戶凍結了，所有人都來逼我。這一切都是蘇錦蘭害的，是他故意教我錯的針法，故意害我破產。婉晴，你怎麼能這麼說？是你自己去偷師的，媽從來沒有逼過你。你走到今天這一步，全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偷的不是針法，是別人一輩子的心血啊！你閉嘴！你也向着他是不是？在你心裡，他永遠比我重要。我告訴你，顧景琛，我和蘇紀言沒完。夏婉晴女士根據合作方申請，法院已依法作出裁定，婉晴及品牌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同時，針對擬方產品虛假宣傳、質量違約、侵害合作方權益的相關問題，市場監管部門已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後續會連同民事賠償通知一併送達，請你按時履行賠付義務。破產？憑什麼破產？我還有訂單，我還有客戶，我只是暫時遇到困難。你的江景大平層和名下豪車已被查封，將於3日後公開拍賣抵償債務，請你3日內配合清算組接管公司資產，逾期將強制執行。夏女士，您這房子地段好，裝修也不錯，就是急售的話，價格得砍一半。買家已經等着了，今天簽合同，明天就能打款。婉晴，委屈你了。
先凑合住一段时間，等我年终獎發了，再換個好點的房子。錢沒了可以再賺，只要你肯沉下心，跟着媽好好學真手藝，我們一定能東山再起。媽她其實一直很看好你，說你有設計天賦。別跟我提他，難道你也覺得我做手藝比不上他？我變成今天這副樣子，全是蘇錦良害的！他搶走了我的名聲，我的生意，現在連你都向着他。蘇锦蘭，我跟你沒完！一定要讓你身敗名裂，讓你嘗嘗我現在的滋味。勒梅爾院長，您發起首屆世界傳統手工藝聯合大賽的初衷是什麼？我只是想讓全世界看清，什麼才是真正的當代手工藝。總有人把華國刺繡捧上神壇，說它是東方美學的巔峰，但在我看來，它不過是博物館裡蒙塵的老古董，千年來死守着手工慢繡的老規矩，效率低下，無法量產，早就被時代拋棄了。我們西方刺繡早已將納米絲線、數字化控針與傳統技藝融合，這才是世界手工藝的主流。這次我提出世界手工藝大賽，就是要讓所有人親眼見識什麼才是真正的刺繡。周老師，這是世界傳統手工藝聯合大賽主辦方發來的正式邀請函，希望蘇錦蘭大師能代表華國出戰。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更是我們國家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好機會。您放心，我一定說服師叔參賽。蘇氏刺繡沉寂了這麼多年，終於有機會在世界舞台上綻放光芒了。叔叔，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叔叔，這是首屆世界傳統手工藝聯合大賽的邀請函，法國的勒梅爾，還有各個國家的頂級大師都報名了，大家都希望您能代表華國隊出戰，這是讓蘇氏刺繡走向世界的最好機會啊！我一把年紀了，不想再爭什麼輸贏，守着這個繡院，教幾個徒弟，把蘇氏針法傳下去就夠了。師叔，這不是輸贏的事兒。勒梅爾在全世界面前貶低華國刺繡，說我們是老古董。您要是不去，他只會更加囂張。老師，周老師說的對，不是為了輸贏，是為了讓全世界看見華國的針線裡藏着怎樣的山河與風骨。您常說，手藝不能藏在身相裡，要讓更多人知道它的好，這正是最好的機會啊！好，我去。世界大赛，蘇錦蘭，這就是你的死期。你不是想讓全世界看到你的手藝嗎？我偏要讓你在全世界面前丟臉！歡迎各位來到首屆世界傳統手工藝聯合大賽新聞發布會。我們的刺繡可以精準到 0.01 毫米，可以批量生產出一模一樣的作品。而華國刺繡呢，一個作品要繡幾個月甚至幾年，效率低下，根本無法適應現代社會。這次大賽，我會用作品證明西方刺繡才是世界的主流。勒梅爾院長，華國刺繡有着幾千年的歷史，蘊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蘊，這是西方刺繡無法比擬的。您不能如此片面地貶低華國傳統文化。文化底蘊不能當飯吃，手藝好不好，賽場上見真章。我倒要看看蘇錦蘭大師能拿出什麼樣的作品來反駁我。老師，勒梅爾在新聞發布會上公開挑釁您。針線無界，手藝說話。他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繡出什麼。可是老師，他太過分了。
好多网友都气壞了，都在網上支持您，讓您一定要打敗他。放心吧，我不會讓大家失望的。各位記者朋友，我必須澄清一件事：華國刺繡的核心技藝纏枝紋、雲紋，早已被我們韓國成功申遺。蘇錦蘭現在繡的這些東西，全都是模仿我們的傳統技法，根本算不上原創。金女士說的對，華國選手只會照搬華國的古畫，完全沒有當代創新，不過是古人的復刻機器。本次大賽前3名必然出自日韓和歐洲。我們印度刺繡有着600年皇室傳承，現在更是全球奢侈品的御用工藝。華國刺繡連國際市場都進不去，根本沒有可比性。東南亞的盤金繡、珠繡工藝比華國刺繡精細100倍，蘇錦蘭連我們的入門水準都達不到，這次比賽肯定是第1輪就淘汰。你們太過分了！華國刺繡的歷史比你們國家的歷史都長，你們所謂的申遺，不過是剽竊華國的傳統文化。手藝好不好，真上見真章，多說無益，賽場上見。這群人太無恥了，居然顛倒黑白，說我們剽竊他們的技藝。師叔，你剛才怎麼不反駁他們呀？跟他們爭辯沒有意義，用作品說話，比任何言語都有力量。各位安靜。为保證比賽絕對公平，經主辦方全體投票決定，本次大賽所有選手必須統一使用主辦方提供的德國進口高密度科技布料，禁止自帶任何布料。此規則不可更改，明日正式生效。憑什麼突然改規則？距離比賽只剩3天了，這種科技密度是普通真絲的3倍，普通繡針根本扎不進去，這不是故意針對我們亞洲選手嗎？就是，我們韓國宮廷繡只能用柔軟的真絲面料。這種硬邦邦的布根本沒法繡，我抗議！我也抗議，規則應該提前1個月公布，現在臨時改動，嚴重違反了比賽的公平性。抗議無效，這是國際大賽，規則由主辦方統一制定，要麼接受，要麼退賽。你找誰？我是蘇錦蘭的兒媳夏婉晴，來給我媽送點水果。她最近忙着準備比賽，肯定沒好好吃飯。哦，原來是蘇老師的兒媳啊！進去吧，蘇老師在繡房呢。師叔，這可怎麼辦啊？這種布跟鐵板似的，蘇氏的平針套針全用不了。勒梅爾肯定早就知道這個消息，這就是他們設下的圈套。老師，真的扎不進去啊？真走直路穿不過，那就走彎路。都1天1夜了，師叔不吃不喝，身體怎麼鬥得了啊？老師太拼了，要是實在不行，我們就別勉強了。側針穿布法，這是失傳60年的側針穿布法，我只在師門古籍裡見過記載。師叔，您居然把它復原了！老師，您太厲害了，這朵玉蘭比用真絲繡的還要好看。這種針法就是專門對付硬布料的，入針傾斜45度，利用布紋的縫隙穿線。既能保證針腳細膩，又不會折斷繡針。師叔，
您救了蘇氏刺繡，也救了華國刺繡啊！今天没什么事儿，蘇老師他們練到8點多才走，你多注意點庫房那邊，別讓小偷進來。放心吧，有監控呢，出不了事兒。蘇锦蘭，这都是你逼我的。你搶走了我的公司，我的名聲，連景琛的心都向着你。憑什麼你能站在世界舞台上風光？這些都是你珍藏了幾十年的寶貝吧？明天它們全會變成沒用的灰白色。我看你怎麼秀出你的東方美活，怎麼贏勒梅爾大師。等着看吧，今天我就讓全世界知道，華國刺繡根本不值一提。沒錯，等蘇錦蘭對着那塊科技布束手無策的時候，看他還怎麼囂張。蘇錦蘭，好戲馬上就要開始了，我已經迫不及待想看你驚慌失措的樣子。尊敬的各位評委、各位選手、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上午好。歡迎來到首屆世界傳統手工藝聯合大賽總決賽的現場。本次大賽的主題是文明互鑑，針線無界，限時8小時。現在我宣布比賽正式開始。怎麼回事？蘇老師的線怎麼變白了？肯定是有人搞鬼，太過分了！這可是國際大賽啊！看來蘇女士的運氣不太好啊，連絲線都跟她作對。沒有彩色絲線，我看她怎麼繡出所謂的東方美學。依我看，還是直接退賽吧。成了，終於成了。蘇錦蘭，我看你這次還怎麼贏？沒有彩色絲線，你就是個廢物。有人惡意破壞蘇老師的絲線，這是赤裸裸的作弊。我們要求更換絲線，否則我們就退出比賽，並向全世界揭露主辦方的黑幕。對不起，比賽規則明確規定，開賽後所有選手不能更換任何材料和工具。這是國際大賽，規則不能隨意更改。我們也很遺憾，但愛莫能助。蘇女士，看來運氣不太好啊。要是實在繡不了，現在退賽還來得及。免得在全世界面前丟人現臉。怎麼，蘇女士不說話了？難道真的要拿着這些灰白色的線繡一幅白紙嗎？我要是你，現在就收拾東西走人，免得在這裡浪費大家的時間。勒梅爾院長說的對，沒有彩色絲線，華國刺繡就是個笑話。我看蘇錦蘭還是趕緊退賽吧，別在這裡丟華國人的臉了。早就說過，華國刺繡只會靠噱頭博眼球，現在遇到點意外就束手無策了，果然是不堪一擊。太可惜了，蘇老師本來是奪冠熱門啊。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破壞，主辦方也太不負責任了，居然不讓換線！你們太過分了，明明是有人惡意破壞，你們卻在這裡落井下石。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匠人精神。比賽規則就是規則，誰讓他自己不小心，
把絲線放得那麼容易被人動手腳呢？這只能怪他自己。老師，我們不比了，我們回家。他們欺負人，这个破比赛我们不稀罕。放棄吧，你根本不可能贏。沒有彩色絲線，你什麼都不是。華國有一門藝術叫水墨畫，只用墨色的濃淡乾濕就能畫出萬千世界。今天我就用這灰白色的絲線繡一幅華國的山水。用灰白色絲線繡山水，這怎麼可能啊？蘇老師是不是瘋了？沒有顏色怎麼表現山水的層次？哼，真是異想天開。水墨畫靠的是墨色變化，絲線怎麼可能做到？我看他是破罐子破摔了。哼，就是，簡直是胡鬧。等會兒繡出來一團糟，看他怎麼收場。不可能，他怎麼可能用灰白色絲線繡山水？一定是裝樣子的，等會兒肯定繡不出來。居然真的用一根線繡出了山水的層次，太神奇了！這光影效果比水墨畫還要生動。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針法，簡直是神乎其技。蘇老師太厲害了，這才是真正的大師。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這哪裡是刺繡，這分明是藝術。怎麼會這樣？沒有彩色絲線，他怎麼可能繡出這麼好的作品？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評委先生們，我要舉報蘇錦蘭違反比賽規則。第一，他的作品只有一種顏色，根本沒有體現本次大賽文明互鑑的主題。第二，他使用的這種所謂的引紋針和側針穿布法，從未在國際刺繡賽事中出現過。我懷疑他使用了違規工具和手法，我要求取消他的比賽資格。我同意金女士的看法，這種莫名其妙的針法根本不能算是刺繡，純粹是譁眾取寵。而且他只繡了華國的山水，完全沒有體現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明顯跑題了。這樣的作品如果能獲獎，就是對所有參賽選手的不公平。太無恥了，自己繡不出來就誣陷別人。什麼叫沒體現主題？華國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評委先生們，蘇氏刺繡的引紋針和側針穿布法，在蘇氏繡譜中有明確記載，有着600年的歷史，是華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因為你們不了解，就判定它違規。您對金女士和勒梅爾院長的質疑有什麼要回應的嗎？等我繡完，你們自然會懂。奇蹟，這簡直是奇蹟！用一根線繡出了光影的流動，繡出了天地的靈氣。我從事刺繡研究50年，極少見到如此震撼的作品。蘇錦蘭大師，您是真正的藝術家。這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他怎麼能把單色繡玩到這種境界？我明明已經把他所有的彩色絲線都換掉了，為什麼他還是能贏？老顧，你說過好手藝要帶着光走出去，今天我就帶着我們的手藝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他不過是靠一根金线投机取巧，这根本不算真本事。就是，主题是文明护业，他只绣了华国山水，完全跑题了。这样的作品不能拿冠軍。你们太可笑了！苏锦兰大師用灰白色絲線繡出水墨光影，這是我見過最精妙的針法。那道金線不僅點亮了山水，更象徵着東方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融，完美詮釋了大賽的主題。你們自己技不如人，就不要在這裡無理取鬧。普拉米爾大師說的對，蘇錦蘭大師的作品，無論是技法還是意境，都遠遠超過了我們。我們輸得心服口服。首先公布韓國選手金敏門的作品《高麗青瓷紋》，最終得分80分。日本選手佐藤千代的作品《浮世繪海浪》，最終得分82分。泰國選手瓦特納的作品《盤金孔雀》，憑借細膩的珠繡工藝，最終得分88分。印度選手普拉米拉的作品《皇室紗皮繡》，針法繁複華麗，文化底蘊深厚，最終得分90分。法國選手勒梅爾的作品《聖母像》，將數字化控針與傳統繡法完美結合，最終得分92分。蘇錦蘭大師的《墨韻江山圖》早已超越了技法本身，他用一根線繡出了華國的山河風骨，更完美詮釋了文明護院的內核。在所有材料被惡意破壞的絕境中，他用千年傳承的手藝創造了一個奇蹟，這才是手工藝真正的靈魂。我不同意給蘇錦蘭滿分，他的作品只有灰白兩色加一根金線，色彩過於單薄，不符合國際刺繡的審美標準。而且所謂的側針穿布法根本沒有在國際上得到認可，不能作為有效技法打分。他只繡了華國的山水，完全沒有體現文明互鑑的主題。這樣的作品如果拿滿分，就是對其他選手的不尊重。我要求重新打分。色彩從來不是評判刺繡好壞的唯一標準，水墨寫意是華國文化獨有的美學表達。那道金線正是東方文明與世界交合的象徵。側針穿布法在蘇氏繡譜中有600年的明確記載，你們不了解不代表它不存在。手工藝的靈魂是文化底蘊，不是標準化的技法模板。蘇錦蘭在絕境中創造的奇蹟值得滿分。陳先生說的對，蘇錦蘭大師的作品不僅展現了高超的技藝，更傳遞了和平、包容、互鑑的理念。這正是本次大賽想要倡導的精神。我同意給他滿分。接下來，我們將揭曉本次大賽的最終排名。首先，獲得首屆世界傳統手工藝聯合大賽季軍的是印度選手普拉米拉。謝謝。獲得本次大賽亞軍的是法國選手勒梅爾。在來華國之前，我一直認為西方刺繡是世界手工藝的頂峰。我傲慢地貶低華國刺繡，認為它只是過時的老古董。但今天，蘇錦蘭大師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他讓我明白，真正的刺繡不是冰冷的技術，而是有溫度、有靈魂的藝術。他的技藝，我望塵莫及；他的格局，更讓我自愧不如。我輸得心服口服。希望日後能有機會向蘇錦蘭大師系統學習博大精深的華國刺繡。我相信東西方刺繡的交流與融合一定會創造出更燦爛的藝術奇蹟。真正的大師不僅要有高超的技藝，更要有謙遜的格局。相信此刻所有人最期待的就是本屆大賽的總冠軍歸屬。這位選手
在所有彩色絲線被惡意破壞的絕境中，沒有退縮，沒有放棄。他用一根灰白色的絲線繡出了磅礴的千里江山。他用千年傳承的針腳詮釋了東方美學的靈魂。他用胸心與格局征服了所有評委和全世界的觀眾。獲得首屆世界傳統手工藝聯合大賽總冠軍的是來自華國的蘇錦蘭老師。謝謝大家，這座獎盃從不屬於我一人，它屬於每一位默默堅守、用心傳承華國傳統文化的手藝人，是他們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才讓這些古老的技藝沒有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從小跟着師父學習刺繡，至今已經60多年了。這60多年裡，我見過太多人因為刺繡辛苦不賺錢而放棄，我也曾經迷茫過，不知道這些老手藝還能走多遠。但今天，我看到台下這麼多年輕的面孔，看到全世界有這麼多人熱愛刺繡，我知道我們的堅持是值得的。刺繡本無國界，文明亦是如此。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刺繡都有着各自獨特的魅力。我願借這次大賽的契機，讓更多人讀懂華國刺繡之美，愛上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絲線終有斷裂之時，但手藝與精神的傳承永遠不會止步。蘇老師，歡迎回家！蘇老師，您太厲害了！謝謝大家，這個榮譽屬於每一個堅守非遺的手藝人，屬於我們偉大的祖國。沒有大家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蘇老師，您為國家爭得了榮譽，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您的岫願，讓蘇式刺繡發揚光大，讓更多的傳統手工藝走向世界。師叔，大賽上絲線被換的事兒絕不是意外，能接觸到您私藏絲線的人屈指可數，我想徹查清楚。我也覺得蹊蹺，你去查吧，行事低調些，別驚動學員。您放心，這事兒關乎您的聲譽和蘇式刺繡的臉面，我一定查個水落石出。老張，大賽前1周，除了咱們的人，還有誰進過繡院？特別是靠近蘇老師私人繡房的，還真有，就是蘇老師的兒媳夏晚清來過2次。第一次賽前3天，說給蘇老師送湯，在院裡逛了1個多小時。第二回賽前1晚換班時，他塞了包東西，說留字條，我放他進去10來分鐘就走。他進去之後，有沒有其他人看到他去哪兒了？沒有，那會兒大家都下班了，就我一個人在門口。居然真的是他！上次偷師您都沒追究，他怎麼能這麼惡毒？我現在就舉報，讓他坐牢。別舉報。賽事主辦方和行業監管部門該走的流程照常走，該罰的款、該做的通報、該有的行業處罰，一項都不會少。我只是不額外以個人名義起訴追責，不追加刑事自訴。師叔，您怎麼還護着他？他差點讓您在全世界面前出醜，他差點毀了蘇式刺繡。我不是護着他，是為了景琛。景琛這輩子都抬不起頭，這個家就散了。你師父走得早，我沒能好好照顧顧景琛，
不能再讓他妻離子散了。可您受的委屈就白受了。他已经破產了，身敗名裂，這就是對他最大的懲罰。這件事我親自去跟他談，解鈴還須繫鈴人，只有我去，才能讓他真正醒悟。媽，对不起，我替婉晴向您道歉。她做錯了太多事，她不该偷您的针法，更不该破壞您的絲線。求您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追究她的法律責任。她已经得到教训了。起来吧，我本來也沒打算舉報。媽，您說的是真的？您真的不追究婉晴的責任了？她是你的妻子，也是我的兒媳。我要是把她送進監獄，你這輩子都不會安心。我只是希望她能真正醒悟，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手藝，什麼才是做人的根本。謝謝媽，謝謝您。我一定會好好勸她，讓她改邪歸正。怎么，你是来看我笑话的，还是来舉報抓我的？我早就等着這一天了，要殺要剮，隨便你。不是，我只是來看看你。看我？看我現在有多狼狽嗎？蘇錦蘭，你滿意了？你贏了！你現在是全世界聞名的刺繡大師，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可你後來太急功近利了，心越來越歪。總想着走捷徑，忘了做品牌最根本的是品質和真心。人可以犯錯，但人心不能壞。只要你肯回頭，什麼時候都不晚。媽，對不起，我錯了。罰款、行業通報我都認了，是我活該。我當初鬼迷心竅，做了那麼多糊塗事。我對不起您，也對不起蘇氏刺繡的名聲。這件衣服的刺繡真好看，線條特別細膩，是你自己繡的嗎？是的，我跟着我婆婆學了基礎的刺繡針法，然後自己設計了這些款式。我們不追求花哨的噱頭，只做簡單舒服、有溫度的衣服。難怪這麼好看。我買2件，給我閨蜜也帶1件。婉晴，開業大吉，以後好好幹，一步一個腳印，總會越來越好的。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刺繡。以前我總覺得蘇氏刺繡是我們蘇家的手藝，要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可現在我明白了，手藝是沒有邊界的，也不屬於某一個人、某一個家族，它屬於所有熱愛它、願意傳承它的人。只要有人願意學，它就永遠不會消失。